Hello，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竹林仙君已经被开发的用法，以及我自己想到的一些用法。这期影片不会为大家做任何推荐，就集中在这个幻兽的机制上面。这是熊猫的技能介绍，大家可以暂停先看一下。明面的我就不讲了，直接讲没写在上面的。首先，熊猫的被动是减少战绩开局1回合冷却，并不是每回合都减少。同时，它也仅仅只是减少冷却而已，并不会让你的战绩变成像挑战之心那样，战斗前立马释放一次。对于那些本身就没有冷却的战绩，则没有任何效果。换句话说，如果你的速度不够，那么该后手还是后手。被动的伤害加成则和攻击加成也不一样，攻击加成会影响到技能的百分比区域以及幻兽实体化的属性。那么这里的伤害加成则是增加每次玩家造成的伤害，百分比的部分能够增加玩家技能的总伤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增伤会被对方的伤害抵抗以及元素抵抗影响。后面的固定伤害加成部分，则是让玩家每次造成的伤害都能获得这个量的额外伤害，对夺断伤害的技能会有更大的红利。当然，这个数值总的来说实际上可有可无。实体化的技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你看到了我上一期幻兽影片，那么你会知道熊猫的治疗是被玩家自己的治疗加成所影响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实体化的幻兽很脆弱，除了骑士和贤者这2个职业以外，另外2个输出职业的实体化幻兽基本上就是露头就被秒，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骑士在满格挡的情况下，可以让熊猫承伤翻倍，贤者的抬血也可以让熊猫多活几回合。不过要注意的是，熊猫的治疗对单人的骑士以及副本的贤者的作用会比较大，伤害技能比较低，则可以无视。目前，熊猫最多被使用的地方就是大佬带人刷图用，比如副本和宝石。虽然能够提升输出能力，但是在圣兽和混沌上面则没有任何作用，因为熊猫并不会增加你的总伤害，而是让你的主要输出战绩提前1回合释放。平民使用熊猫的玩家并不多，因为熊猫的机制和暗夜以及天使都不一样。暗夜帝王的破甲是对敌人使用，并且几率为100%，这就意味着即使平民的暗夜打不出伤害，也能有极其稳定的30%破甲效果。同时，由于是百分比破甲，所以对方的防御越高，暗夜的破甲效果也会相对应的变多。晨曦天使的复活与回血效果都是固定的50%，这就意味着平民不会因为 Maker 金就比大佬少回复血量，无论是谁，回复量都是一样的50%。同时，它的暴击率与精准也是固定值，不会因为平民在打大佬时就降低，也不会因为大佬打平民时就提高，更不会像暗夜那样因为对方格挡高就获得更多精准。熊猫的实际战斗能力则完全取决于玩家自己的战斗能力。我打一个很简单比方好了，平民在竞技场需要10回合才能打死的情况，使用熊猫就可以变成9个回合，相当于增伤10%。顶科斗士在不使用熊猫的情况下需要3回合能够分出胜负，那么用了熊猫就会变成2个回合，就相当于增伤30%。战斗回合越短，熊猫提供的战斗效果越强。这也是为什么熊猫是刷图必备的幻兽，因为原本需要2个回合，现在变成了1个回合。而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用法，也就是提前释放特定的战绩去有意规避潜在危险。比如斗士携带熊猫，可以让自己在带了燃魂守护的情况下提前释放吸血战绩，
骑士携带熊猫加水月之丝，可以提前拉怪；贤者携带熊猫，可以在首领开大之前，提前将队友的血量抬至健康状态，等等。或者可以反过来，提前释放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说斗士可以提前释放黑暗降临和灭却，骑士可以提前释放圣光净化以及碎星斩，等等。有部分年激流斗士玩家会带熊猫来提前释放战绩，其实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当你所需的回合较少时，熊猫的效果就会更明显。但如果即使提前释放，仍需要较多回合才能结束战斗，那么相较于其他幻兽来说，它的收益就不划算了。当然，除了上面这4个用法，熊猫也能为部分流派带来显著的提升。比如利用挑战之心的开局释放一次的特性，让骑士的2个嘲讽战绩的释放时间进行错位，来达到无缝衔接嘲讽战绩的效果。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熊猫也可以让自己的战绩打出你想要的特定效果。比如可以让斗士的绝影终结从3回合冷却变成2回合冷却，刚刚好可以对上 PVP 中第2回合释放的实体化幻兽，来达到避免后续技能打幻兽的同时，还能利用绝影终结的战绩特性，对敌人额外造成一次大量伤害。Discord 打一个小小的广告，也希望喜欢我的影片的伙伴可以进来一起讨论更多攻略。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期影片能够尽可能的了解竹林仙君的具体用法。谢谢。